美国和日本汽车的平均寿命都差不多是12年，而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我国汽车的平均寿命却连5年都不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嗨，科普啦！闪电哥今天和大家聊聊汽车的使用寿命有多长。有人说一辆汽车开了15年就不能开了，而在美国却有一台汽车寿命达到了令世界震惊的56岁。早在2014年5月1日，一位美国大爷欧文·戈登和他的爱车就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机动车最高行驶里程数，当时统计的数据是480万公里。尽管大爷已经在2018年离开了人世，但他依然是这项纪录的保持者。现在老人保持的数据是523万公里，相当于围着赤道跑了130圈。时间退回到1966年，在欧文·戈登还是一个25岁的小伙子的时候，他用了整整1年的工资，$4150的价格买下了一台沃尔沃战车。欧文是一个视车如命的人，当时他在一所中学担任物理老师，在提车的第1周就开了2400多公里。当被问及你干嘛去了，怎么开这么多里程，欧文总是耸耸肩说没什么，开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放松方式。驾驶期间，这台沃尔沃一共加了40多万升汽油和3780多升机油。欧文不仅爱开车，他对这台老伙计也十分爱护。在整个驾驶生涯中，他为爱车换了3台发电机、3个水泵、4台减震设备、29副风扇皮带、29套刹车片、156个轮胎、464个火花塞以及829个机油滤清器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台汽车的发动机一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当车辆行驶里程达到40万公里时，欧文给沃尔沃写了一封感谢信，赞扬该品牌卓越的制作工艺。当时沃尔沃官方并没有怎么重视，只是礼貌地感谢了欧文的肯定，毕竟40万公里对沃尔沃来说只不过是基本操作而已。但是当欧文发出第2封和第3封感谢信时，连沃尔沃官方也感到了诧异，那是这辆车行驶的第80万公里和160万公里。沃尔沃品牌当即联系到欧文，在表达了感谢的同时，赠予了他一台全新的沃尔沃780 Coupe， 这可是被誉为荣耀之剑的传奇车型，可见汽车商对于这辆长寿汽车的重视。令人不解的是，欧文的爱车使用寿命远超一般的汽车，他们是如何创造这样一个令后人难以超越的记录的？首先要知道，我们经常提到的汽车寿命究竟指的是什么？一般我们将汽车寿命归结为3类：技术使用寿命、经济使用寿命以及合理使用寿命。技术使用寿命主要来自于汽车设计水平、制作工艺、选材质量。欧文·戈登在世时常常念叨，我可能会走在老伙计前面，也算是一语成谶了。毕竟老爷子离世后，那台沃尔沃好像还能继续开。之所以这台老爷车能如此硬核，和汽车本身的设计工艺分不开关系。汽车的经济使用寿命，简单来说就是汽车在使用过程中的维修性价比。如果修一辆车比买一台新车还贵了，估计也不会有人想要继续保养了。汽车的合理使用寿命，则是指达到一定标准，比如使用年限、行驶里程数、环保指标等，不得不引导报废。由此看来，决定一台汽车使用寿命的首要因素是技术寿命，使用是否规范也十分重要。还是用欧文·戈登和他的爱车举例，老爷子甚至将汽车当成了自己的亲人，每次保养必去沃尔沃专修店，只要配件有一点问题，就会立马更换。他本人在专修店也有一套完整的保养记录。从合理使用寿命来看，一般是政策性、刚性的。如果车辆本身质量很高，加上持久的保养，合理使用寿命一般就等同于车辆的使用寿命了。从世界范围来看，各个国家的汽车使用寿命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有数据统计显示，美国私家车的平均寿命为11.8年，日本该数据达到了12.67年。但是来自同类型调查机构 JD Power 数据显示，我国汽车的平均寿命还不到5年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较晚，虽然汽车保有量居世界前列，但整个汽车市场并不成熟。从汽车强制报废的角度讲，1997年私家车报废年限为10年，2000年将该标准调到了15年，一直到2012年，我国私家车强制报废的标准才变更成里程数达60万公里。可是，在发达国家几乎没有针对行驶里程、驾驶年限制定的报废红线。相应的，他们也有更加完善和变态的年审标准。
以车辆平均使用年限最长的日本为例，除了提车的头3年免检，之后每2年检1次，检测项目高达60多项，费用也高得离谱，一次需花费10到20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5000到1万元。这样看来，国内300块左右的检测费用完全就是洒水了。严苛的年检标准直接催生出完备的汽车保养市场，不仅是修车厂的师傅水准一流，以美国为例，能开车的人一般对机油、保险丝、机油滤清器等易耗品的维修和更换基本不在话下。当然，汽车配件的生产标准高、购买容易等，也是国内市场暂时无法达到的。当然，除了汽车维修保养的相关因素外，还有很多人为因素导致了我国汽车使用寿命比较短。随着经济的腾飞，我国的道路虽然修建得越来越平整，但是道路拥堵问题却越来越严重。由于堵车会使车辆长期怠速，加剧积碳现象，直接折损发动机寿命，所以这也是导致我国汽车寿命较短的一大原因。另外还有文化层面的原因，国人往往好面子，在很多人眼中，一台车开了5年不换，似乎就体现不了自身的经济实力，这与一些国外的老爷车文化大相径庭。不过，汽车市场在国内井喷式的发展，也导致了我国汽车平均寿命较低。从2010年开始的10年间，汽车销售数据大幅增长，直至2018年，这个数据才有所下降。年轻的汽车数量激增，新款车型的发售也加快了汽车更新换代的速度，大大拉低了汽车的使用寿命。那么，在国内超过15年以上的车就真的不能开了吗？这就要从我国车辆的报废标准说起了。我国汽车行业起步较晚，相关报废规定也经过多次改版。目前，对于非运营小微型轿车，已经取消了关于使用年限的报废标准，取而代之的新红线是行驶里程60万公里以下。对于一般的私家车来说，一年行驶个2万公里还是比较正常的，因此只要车况允许，车主想开30年那都是没有问题的。15年更是不在话下了。不过取消了报废年限，也相对提高了年检的标准。关于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，已经从第1阶段更迭到了第6阶段。按照每3年更新1版的速度，估计国7已经在路上了。在许多1线城市，国1、国2的车已经不能上路了，国3、国4的车也已经开始被限行，让许多车主大呼夭寿了。这就说明，并不是达到一定年龄的汽车就不能开了，更多的是政策不允许开。此外，非运营轿车年龄6岁以内，每2年年审1次；6岁以后每年检1次；超过15岁的汽车就得半年检测1次了。估计有很多车主也是嫌1年2次年检太麻烦，所以才选择购买新车的。不过总的来说，只要行驶里程没有超过60万公里，只要能受得了半年检测1次的频率，并且车况良好，开多久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的。所以并不是15年以上的车真的就不能开。在我国私家车报废红线是行驶里程60万公里，如果车检能过且里程数未满，想开几年就能开几年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